我是花农沈家的长女，也是京城花形公认的异类。我创出的嫁接心法被同行斥为违背天理，连亲生父亲都说我是沈家的耻辱。为了平息众怒，爹爹当众烧毁了我培育3年的苗圃。这种拼凑出来的怪物不配进我沈家的门。我被赶出家门那天，全京城的牧商都在看笑话，他们不知道我怀里揣着的枯枝是这世间唯一能4季常开的牡丹。漫天的大火映红了京郊的半边天，我跪在泥泞里，看着那株即将吐蕊的魏子在烈焰中蜷缩焦黑。那是我尝试了上百次才成功的嫁接苗。沈凝烟，你还不认错？爹爹沈德山站在火光前，手里握着家法的藤条，眼神冰冷的像是在看一个仇人。二妹沈西月躲在爹爹身后，捏着帕子，声音娇滴滴的，却带着毒。姐姐，你就跟爹爹认个错吧。这种把2棵树强行接在一起的邪术传出去，会让沈家被花形除名的。我抬头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，死死盯着他们。这不是邪术，这是新生。沈德山气急反笑，手中的藤条狠狠抽在我的肩膀上。冥顽不灵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沈家的人，滚出沈家！我没有哭，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那座生活了18年的宅院。我只是弯下腰，从灰烬旁捡起一截被爹爹踢断，还没来得及投入火海的枯枝。那是我的4季牡丹最后的火种。我搬到了京城最偏僻的贫民窟，租了一间漏风的土屋，兜里只剩下变卖簪子的几两碎银。屋后的荒地满是碎石，我却如获至宝。我没日没夜地挖土、施肥，用最简陋的剪刀修剪那些野杜鹃的根茎。房东王婆子每天路过都要啐一口，长得倒是个俏模样，偏是个疯子，整天对着堆烂树根说话。我充耳不闻，只是一心扑在我的嫁接苗上。半个月后，银子快花光了，我不得不去集市上卖一些普通的盆栽维持生计。我背着几盆新培育的双色月季刚到南市，就撞见了沈西月。她正被一群贵女簇拥着，众星捧月般挑选着娇贵的兰花。哟，这不是我那离经叛道的姐姐吗？沈西月夸张的掩住口鼻，仿佛我身上带着什么瘟疫。那些贵女们纷纷投来鄙夷的目光。就是他，听说为了种花连祖宗规矩都忘了，被沈老先生赶出来的。瞧瞧他卖的这些，一根枝条上开2种颜色的花，看着就晦气。沈西月走到我的摊位前，用脚尖踢了踢那盆月季。姐姐，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，白送都没人要吧？我平静地看着她，买不买随你，别动我的花。沈西月冷笑一声，转头对身边的贵女们说：各位姐姐妹妹，今日我做东，请大家去沈家花院赏花，可千万别被这些野狐缠污了眼睛。众人哄笑离去。临走前，沈西月故意打翻了我的水桶，水溅了一地，打湿了我的裙角。我蹲下身，一点点擦拭花盆，心里却在计算着花期。还有3个月，等到百花凋零的寒冬，我的4季牡丹就会破土而出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朴素却气质不凡的老者停在了我的摊位前。他盯着那盆双色月季看了许久，眼神中透出一丝惊讶。小姑娘，这花是接上去的。我点点头，是，这叫嫁接。老者伸手抚过花茎上的接口，动作轻柔。妙极，当真是妙极。这接口平滑，脉络相通，难怪花开得如此精神。他放下10两银子，买走了我所有的花。老夫姓林，在城东有个小院，以后若有这种新奇玩意，尽管送来。林老的出现像是一道光，让我困顿的生活有了转机。但我没想到麻烦也随之而来。沈西月不知从哪儿听说了林老买我花的消息，竟然带着沈家的家丁找上门来。沈凝烟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用沈家的名头招摇撞骗。他指着我院子里那些正在生长的嫁接苗，眼底满是嫉妒。林老是宫里退下来的大将，你拿这些妖术去骗他，是想害死沈家吗？我挡在院门前，我早已不是沈家人，所作所为与你们无关。无关，只要你姓沈，就有关。沈德山也来了，他脸色阴沉的厉害。他环视了一圈我清平的院落，最后目光落在中央那盆被我精心呵护的4季牡丹上。虽然还没开花，但叶片油绿，生机勃勃，与普通的牡丹截然不同。把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都给我砸了！沈德山一声令下，家丁们冲了进来。我疯了般护住那盆牡丹，任凭拳脚落在背上。沈德山，你已经把我赶出来了，凭什么还要回我的东西？我尖叫着，声音凄厉。沈德山冷哼一声，我是为了清理门户。就在家丁的棍棒即将砸向那盆牡丹时，一道尖细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：住手！谁给你们的胆子在这撒野？
众人回过头，只见一个穿着青色绸缎衣裳的内侍正冷脸站在门口。沈德山吓得赶紧跪下。公公，这只是草民的家事。那内侍根本不理他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将我扶了起来。沈姑娘受惊了。林老向皇后娘娘见了你的花，娘娘听闻有能双色同珠的奇巧，特命奴才来瞧瞧。沈德山和沈西月的脸瞬间变得惨白。沈西月犹自不信，颤声道：“公公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他这种妖术……”放肆！内侍厉喝一声。娘娘的眼光也是你能质疑的。他转头看向我，态度变得和蔼。沈姑娘，林老买回去的那盆月季，娘娘爱不释手，不知姑娘这可还有更好的？我稳了稳心神，指着身后那盆被我死死护住的牡丹。这盆牡丹3月后开花，届时便是大雪纷飞，它也能盛放如初。全场寂静，连内侍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。此话当真？我点头。若是不成，沈凝烟愿领死罪。内侍带着这个惊人的消息回宫了。沈德山和沈西月灰溜溜的走了。临走前，沈德山的眼神阴森的可怕。我知道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几乎吃住在花房里。京城的冬天来得早，第一场雪落下时，整个花行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。四季牡丹，听都没听过，肯定是骗人的。沈凝烟这回怕是要掉脑袋了，连皇家都敢骗。沈家更是大张旗鼓地宣布，沈西月培育出了罕见的雪中红，要在冬至宴上献给皇后。冬至那天，京城银装素裹，我抱着蒙着厚厚棉布的花盆，站在宫门外等候传唤。沈西月也到了，她穿着华丽的狐裘，身边围着一群奉承的人。她走到我身边，压低声音嘲讽道：“姐姐，你的牛皮吹破了吧？这种天气，牡丹怎么可能开花？”我没理她，只是紧紧抱着怀里的温暖。等会儿进了大殿，你若是拿不出花来，爹爹已经准备好了脱离关系的文书，免得你连累全族。我冷笑，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也正有此意。大殿内暖香袭人，皇后娘娘坐在高位，身旁坐着各宫嫔妃。沈西月率先献上了她的雪中红，那是一盆利用地热催开的普通红牡丹，虽然在这个季节罕见，但花瓣已经有些萎靡。皇后淡淡看了一眼，倒也算用心。沈西月喜形于色，挑衅地看了我一眼。轮到我了，我走上前，跪地行礼。民女沈凝烟献四季牡丹。我缓缓揭开棉布，那一刻，原本喧闹的大殿瞬间鸦雀无声。一株通体洁白的牡丹正静静地绽放在寒冬之中，花瓣层层叠叠，晶莹剔透，仿佛是用最上等的羊脂玉雕琢而成。更奇特的是，它不仅开得正艳，枝头上竟然还有几个含苞待放的蓓蕾。这不可能！沈西月失声喊了出来。皇后娘娘猛地站起身，快步走下台阶。好香，这种冷香竟比腊梅还要清冽。她伸手轻触花瓣，眼神中满是惊艳。沈凝烟，你真的做到了。